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当选古装扮相最美男星，看着底线的我陷入了沉思。审美正常的观众看底线的时候，大概很难不被程毅丑到，反正我是，他一出场就丑得我一个机灵。虽然也不是才知道他丑，毕竟豆瓣娱乐小组票选4丑时，他从来没被落下来过。但主要问题在于，其一，失去了偶像剧里800层滤镜的掩护，在镜头相对真实的底线里，他丑得过于直白。其二，没有了偶像剧里后期配音的美化，在使用自己原声的底线里，他的丑是由惨不忍睹的颜值、滑不溜手的台词和油腻轻浮的演技共同造就的。从前大家嘲黄晓明、杨洋油腻，觉得他们太过帅而自知。如果你看过程毅演戏，就会知道，最可怕的油腻不是帅而自知，而是丑而不自知。在偶像剧里跟粉丝你情我愿自娱自乐圈地自萌的油腻到地老天荒也与我无关。要命的是，他非要跑到底线里来丑出圈。而且作为整部剧最拉胯的演员，他的粉丝几乎承包了整部剧所有的弹幕，弹幕时时刻刻都是安安的各种彩虹屁。他在剧里饰演的角色叫周易安，精修图长这样，这才是内娱未解之谜。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丑男都能有真情实感的粉丝？沉香如屑里吹口哨的阴影都还没有消散，没想到前2天有个古装扮相最美10大男星，程毅一举夺魁。我怀疑 Top 10里真正的美男粉丝都在努力为程毅投票，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自家偶像拿下光是看看与谁一起入围都觉得丢脸的榜单的榜首。又想要开始分析内娱丑男泛滥的根源了。恰好跟程毅同样来自欢瑞的任嘉伦，最近也在隔壁的请君里，因为台词虚到仿佛要断气，一个表情演完全剧而翻车了。当然，这对难兄难弟只是在耳目正常的清醒观众眼中翻车了，在粉丝心里，他们永远是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的好演员。内娱丑男是从何时开始兴起的？需要说明的是，网友痛恨的丑男，并不是王宝强、黄渤这些公认颜值不高的男演员，而是明明颜值和演技毫无说服力，却一直在演偶像剧，甚至还拥有大批粉丝的流量男明星。粉丝休想 PUA 我说什么批评明星丑是没素质，这么玻璃心，请直接让他退圈。但凡我敢说哪个素人丑，请你直接把我告上法庭，否则明星赚了那么多钱还要辣观众的眼，观众有吐槽的权利。我先向粉丝承认了，我丑，所以我有自知之明，不会出来演戏辣别人的眼。说美人丑才叫攻击，说丑人丑，那只是陈述事实。如果程毅骂不得，那么请粉丝先为被骂了这么久的已经捍卫代表的古丑101喊一声冤。为什么说他们丑就没关系？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双标的粉丝？是的，很久没这么刻薄了，毕竟我不是圣母慈善家，被208万的颜值和演技伤害到了眼睛，还要善良的考虑一下我抒发不满的小小吐槽是否会伤害到他们脆弱的心灵。再回到内娱丑男从何而来那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追溯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赵又廷。当初的黑长直叶华单看外形，明明就是古欧丑男，可最终却硬是红了，还带红了整容是演技这样的话术。后来，多少丑男就是靠着这套话术横行演艺圈。毕竟，演技比颜值更好洗脑。虽说个人审美不同，但颜值是很直观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点评，美就是美，丑就是丑。相比而言，演技就是见仁见智的东西了，谁都不敢自称专家。KOL 带头夸赞2句演技好，很多随大流的观众就真的信了。事后想想，
赵又廷的演技确实比一般流量要好一点，可在当时都没有自己配音，全程靠边疆弃音的他，真的有到整容式演技的地步吗？至少在我看来，薇娅调出这副鬼样子的神仙是不配谈演技的。而且，即便他的演技真的出神入化，颜值不行这一点就可以被忽略掉吗？显然不行，偶像剧就是要看颜值，要秀演技。你可以去现实题材的作品里，偶像剧的颜值缺失不能靠演技弥补，就像生活剧里的演技缺失也不能靠颜值来弥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偶像剧只要有颜值就可以完全不要演技，生活剧只要有演技就可以完全不要颜值，而是全国14亿人口，难道就真的挑不出颜值演技俱佳的人了？整容式演技其实已经是后来的洗脑话术了。我仔细想了想，最早的古偶丑男还是起源于欢瑞，准确一点说，起源于欢瑞那位已经凉了的初代一哥李某峰。倒退回10几年前，古偶并不像现在这么受欢迎，那会儿的古偶还是大众眼里非主流的雷剧，如今已经没落的唐人，当年拍的古偶最多。那会儿古偶男主的代表是胡歌或建华这种级别的。还记得当年于正力捧的何晟铭，几乎是被嘲出圈的。他的颜值确实不怎么适合偶像剧，但我觉得彼时他的综合素质未必就比赵又廷差。冯绍峰演兰陵王也一样被吐槽过颜值。那个时候古偶男主去演现实题材的剧，很多时候都是要扮丑的，甚至即便如此，也常常因为太过精致而格格不入。谁能想到10几年后的今天，古偶男主在现实题材的剧里会因为太丑而格格不入呢？是2025年的《古剑奇谭》捧红了3白眼且面瘫的百里屠苏，古偶男主的颜值从此开始断崖式下跌，正式走向下坡路，进入了观众不挑的阶段。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微博的话题、热搜等营销手段刚刚兴起，欢瑞正是乘着那股东风，捆绑拉踩着《仙剑》，又靠着拍过《仙剑3》的杨幂，把一部低质古偶炒红了。公司的包装营销从此成为比演员的颜值演技更重要的实力。再后来，欢瑞又用《大唐荣耀》捧红了任嘉伦，琉璃捧红了程毅。倒退回多少年前，程毅只能站在陈晓身边当背景板的存在。我曾经一度迷惑过，欢瑞为什么唯爱丑男？全国那么多人，欢瑞为何总能精准地找到那个在我审美死点上跳舞的丑男来狂轰乱炸地力捧？现在想想，无非是资本逐利而已。很多年前，在娱乐圈还叫演艺圈的时候，大家拍戏是真的想要把戏拍好，为了拍好戏，尽量去选最合适的演员。比如当年《西游记》的导演到处选美女来演女妖精。那个时候，不管台前幕后，拍戏相比普通人赚钱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拉开差距。不讲钱的时候，人当然都会纯粹一些。2025年之后，娱乐圈越来越火，热钱也渐渐涌入，明星片酬越来越水涨船高，背后的利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拍戏不是为了拍好戏，而是为了赚钱。逻辑关系反了过来，不再是定角色选演员，而是定了演员，再想方设法用最合适的角色把自家演员捧红。捧红之后，演员就能源源不断的赚钱。为什么不捧颜值与演技俱佳的演员，只捧颜值与演技都不行的演员？因为前者即便不靠营销包装，也有可能靠真本事崭露头角，而且这样的演员走到哪里都不愁没人捧，所以他们或许不会那么感念公司力捧的恩情。公司费力捧红了，走人怎么办？但是像欢瑞力捧的这几位，如果没有欢瑞，属于平平无奇到扔到娱乐圈里10几20年都砸不出一个水花的那种。欢瑞粗制滥造的偶像剧，需要被强行捧红的他们，而靠人工造星走红的他们，
也离不开欢瑞或许粗制滥造，但永远对他们温柔以待的800层滤镜。欢瑞的模式就是隔个几年就拍一部卖相相对好一点，不那么一眼就能看出粗制滥造的戏，争取捧红个把丑男。接下来就是躺平收割，让丑男带动粉丝消费，随之而来源源不断的垃圾作品。丑男们也知道自己资质有限，除了李某峰、任嘉伦和程毅，也想得挺开，没必要有什么艺术追求，开开心心在精装加精修的舒适区赚钱就行。你皱你的眉，我吐我的血。要不是程毅非要来演底线，我都懒得吐槽。在这部剧里，曾经在《庆余年》里演过神小姐的小美女只能演刘欣，这么讨人嫌的酱油，《武林外传》里长得不够好看的莫小贝也只能演衬托主角的配角。他们比程毅差在哪里？相比而言，虽然我超级讨厌爱抄又爱炒的于正，但是在捧演员这方面，他的底气就明显比欢瑞足得多，因为他足够精明，可以不断推出能蹭到最新热度的作品。旗下艺人对他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他对艺人的依赖性，所以他偶尔还能选一些真帅哥出来。选拔标准应该是真的，主要取决于审美。简而言之，于正归根结底还是卖剧的，而欢瑞说句难听的是卖人的。而内娱之所以丑男越来越多，正是因为像欢瑞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比如娱乐圈的另一大毒瘤乐华，就像欢瑞为爱丑男，乐华为爱酒漏鱼，并没有说酒漏鱼就不丑了的意思。为什么为爱酒漏鱼？因为没读过书，没文化，好控制。他们或许没颜值没实力，或许有那么一点颜值或者实力，但最重要的是，因为脑袋空空，所以容易出丑，容易犯错。除了乐华，很难有其他公司能帮他们摆平一切，让他们能继续天真愚蠢的快乐着。他们离不开乐华，但乐华也离不开他们。就像前段时间乐华上市失败，投资者不买单，因为这家公司也是卖人的。欢瑞至少还拍戏，虽然都是烂戏，但乐华的价值就只有一人。资本逐利不奇怪，欢瑞、乐华这种公司的存在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明星片酬高来钱快，星二代、富二代甚至赖二代等各种二代都要来分一杯羹，这个暂时就不细说了。但现在丑男横行，并不仅仅是资本的锅，毕竟资本再怎么捧，如果没人看，也捧不红吧。要命的就是，还真的就是有很多人爱看，有太多粉丝，即便无利可图，甚至倒贴钱，也要迎合这种强行以丑为美的潮流。这就是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答案的问题了，只能说，还是中国人口太多加物种多样化。反正我要是资本，背后肯定乐开了花。嘿，原来大家都没有底线，下次捧个更丑的给你开开眼。